Hello，大家好。上个星期出过一个关于水苔种植蝴蝶兰的视频之后，有一位朋友问我可不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怎样用水苔种植蝴蝶兰跟怎样浇水的问题。刚好我手上有一颗蝴蝶兰，准备要来给它换盆换植料，我就分享一下我是怎样用水苔来种植蝴蝶兰的。水苔塞得非常的严实，我还是把这个外杯剪掉吧。这个盆子跟水苔应该不是原来的盆，原来的植料，相信是最近换过盆的。如果是原来的杯子、原来的植料的话，根一定会长到水苔外面了。看一下这一颗兰花的根都是用水苔裹住的，就说明了它是最近换过盆了。水苔非常容易就拆开了。现在来看一下它的根，根看上去不是太好，虽然没有什么烂根，但是很多根都已经断的。这些已经断掉发黑的根留住其实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而且它还会继续的腐烂下去。所以这些黑的断的根都需要把它修理掉的。一般买回来的蝴蝶兰很多的根都会是这个样子。这些断根剪掉问题不大，只要是兰花的头部没有腐烂，它很快就能长出新的根的。剪这些烂根最好是把所有黑的地方完全剪掉。看看，几乎所有的根都是断的。如果把所有断的根都剪掉的话，这一颗蝴蝶兰我想只能留下一条好一点的根。我还是留下这几条根吧。今天用的植料还是水苔，用的量非常的少，就这么几条水苔就可以把这颗兰花种植起来了。首先把水苔泡湿，然后稍微的洗一下，拧干水，把它打蓬松。用的杯子还是杯子有洞的，底下面我放了桃粒、木炭、珍珠岩。首先在根的中央放一点点水苔，量不需要很多。然后再用水苔把根稍微的裹一下，把它放到杯子里面。大致上这颗兰花也就种植好了。接下来就是种这颗兰花最重要的一个步骤，用一个小棍子把水苔弄蓬松，然后轻轻的把这些水苔摁到下面去。只要水苔很轻松的把这些根裹住就可以。尽量用水苔把这些缝隙都填满。需要再补一些水苔的时候呢，就补一两条水苔也就可以了。这种种植方法用的水苔的量真的非常的少，水苔是非常蓬松的，只要它把所有的缝隙都填满了，这种新西兰水苔的质量非常的好，它的蓬松度也非常的高。
蓬松度高，就更有利于里面的空气流通了。再来补充一下刚才修剪烂根的问题。通常我把这些根剪掉之后呢，我不会给它喷消毒水或者是双氧水之类的，我会把伤口晾干再种植。其实把这些根修剪完之后呢，不需要马上种植，可以晾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来种植也是可以的。蝴蝶兰裸根2-3天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干一点比湿一点更好。好了，这一颗蝴蝶兰就重新上盆了，用的水苔的量真的非常的少，看一下水苔都是非常蓬松的，把所有的缝隙都填满了。而刚才那么小的一小团水苔，现在还剩下几条没用完呢。这种水苔种植的方法怎么来浇水呢？刚才那一颗兰花，因为刚刚给它修剪过根，我就不给它泡水了。拿这一颗兰花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样给它浇水的吧。这颗兰花的水苔已经非常干，摸上去已经是脆脆的感觉了，根也已经开始发白。这颗兰花是在5天前我给它泡水的，也就是说我大概5天才给它泡一次水。泡水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直接把水倒进去，因为这一颗兰花是有一个外杯的，把水倒满，大概泡1分钟的时间。我通常都是非常的快，只要这些水苔都是已经湿了，我就会把水倒掉。看看这2朵花，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一颗蝴蝶兰。这一颗蝴蝶兰的花的香味真的是非常浓郁，而且香味还是挺好闻的。看看这些根都已经开始转绿色了，检查一下水苔是不是完全湿了，这里还有一点点水苔是干的。大概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完全湿了，我就会把它拎起来。直接把它拎起来沥干水分，不需要把水全部沥干净，大概这样就好了。把外杯的水倒掉，然后把它放回外杯。把结子放回去，放这个结子的目的就是内外杯有一个缝隙，对里面的通风环境就更加有利。整一个浇水过程就是这样了。里面的水苔是湿的，但是它没有积水。水苔是非常蓬松的，多余的水分会马上就流到外杯，整一个浇水过程就完成了。可以把它挂回架子上面。再来看一下它多余的水分，多余的水分会滴到外杯，根也不会泡在水里。这个也就是我加桃李木炭珍珠岩的目的，它们有良好的排水性。如果要施肥的话，直接把肥放到水里面，也是用这种方法泡盆。泡盆的时间也不需要很长，也就是水苔刚湿了就好。一定要记住薄肥勤施，
我是每一次浇水都用酵素兑水，用酵素的分量大概是1瓶盖兑1加仑的水。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谢谢大家的观看，祝大家养兰愉快，拜拜。